欢迎回到壁画太多。今晚我们要去的地方，热得连影子都想逃跑。没错，那片在《西游记》里被夸张到能煎熟鸡蛋的地方，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但今晚我们不说牛魔王，不说芭蕉扇，我们来认真聊聊火焰山真的燃烧过吗？还是说它只是被误解的太久，就连玄奘法师都曾被它吓出一身汗？咱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热。你现在的热啥也不是。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来自哪个城市，此刻几点了？让我们约定好时间、地点，一起出发，前往那新疆吐鲁番火焰山。现在请把灯调暗，把空调设置到合适的温度，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火焰山这个名字简直就像是动画片导演开玩笑时随口起的地名，什么火焰山，听起来就像不小心把火山和火堆混在一起取了个总和。但你只要是中国人，基本上都听过它的大名。哪怕你没去过新疆吐鲁番，也一定记得那个画面，漫天红光，一望无际的赤红山脉，像是被撒了一层辣椒粉。孙悟空被烧得皮毛直冒烟，唐僧一个劲儿喊：悟空，快想办法！可真要问起这个地方到底从哪儿来的火，谁也说不清。是有火山活动，是地底热能，还是纯粹天气热到冒烟？今天我们就从头拆开这个谜团的缠绕线团，看看这个热出圈的地标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进神话体系，又是怎么让千百年来的旅行者留下传说与汗水的。首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火焰山这个名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你，这名字最早在唐代的文本里就已经有了影子。但别急，真要追根溯源，它其实并不是叫火焰山起家的。在玄奘所写的《大唐西域记》中，这一段并没有火焰山这个戏剧性的名字，而是更朴素地描述了一座赤色之山，山体赤裸，土石焦红，连带着热气翻涌，听上去像极了一个被太阳亲吻了几百万年的沉默怪物。《西游记》成书的年代比玄奘的旅程要晚将近1000年，但吴承恩读到了《大唐西域记》那段文字，立刻脑补出了一场天地间的烈焰灾难。他可能心里想，这哪是赤色的山，这明明是通体燃烧的妖山嘛。于是就有了那个牛魔王霸占山头，铁扇公主用芭蕉扇控制火势的设定。而在更早的民间传说里，这座山的火并不是神话那样天降火焰，而是来自一种真实存在的自然现象——热风。别小看这风，它不是你阳台上晾衣服那种温柔小风，它是从干燥山谷中呼啸而过，夹带着高温沙尘的风，能把人晒脱皮。当地维吾尔族老人甚至说，这风能烤熟一只羊，听着就让人想钻进冰箱里凉快一下。有趣的是，火焰山并不是一座单独存在的山，而是一整条红色褶皱带，属于吐鲁番盆地边缘的一部分。它长约100多公里，宽不到10公里，像一条巨大的红色绷带横亘在大地上。当地的地质学家把它叫做红色砂岩地貌。而那一整片山体之所以赤红发亮，是因为土壤中含铁量极高，经过常年日晒和风蚀，形成了一种近乎金属氧化的外壳。在阳光的照射下，这片山确实会反射出一种发光的错觉。你要是站在那儿，远远看去，整个山体像是通红的铁板，一闪一闪地亮着热气，幻觉就这样开始了。吐鲁番的年平均气温是中国数1数2的高，尤其是夏季，动辄能突破45摄氏度。而火焰山地带又因为没有植被覆盖，热量更不容易散去，
有时候地表温度能飙到70度以上，你踩在上面，鞋底都能软化。所以玄奘不是在比喻，也不是在夸张，他是真的走在烫脚的地上。而对于一个10几个世纪前穿布鞋走沙路的僧人来说，这种热就不是天气热，而是实打实的考验了。更迷人的是，火焰山并非一直在冒火，它真正让人觉得火焰在流动的是阳光与空气之间的错位感。当你站在吐鲁番城边眺望火焰山时，正午前后的阳光角度会让山脊在你眼前像是被点燃，红色的褶皱一条条浮动，好像每一寸岩石都在向你挥舞着火舌。加上空气在高温中扭曲升腾，那些热浪仿佛把整个地平线都拉得变形了。人看着看着就信了，这山在烧。而我们现代人知道，这是地表热气形成的视差。但在古代，没有科学解释，所有视觉错觉最后都归结于神迹或妖气，也难怪吴承恩会写成烈火300里，飞鸟尽化灰的样子。毕竟这样的景象，连现在的游客看到也忍不住说一句：我靠！当地居民很早就把火焰山和妖魔传说绑在一起，像铁扇公主用扇子才能控制这片火。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对于风与火交互的民俗理解。维吾尔族古老传说里也有风神吹热地，火灵葬山中的说法。有的老人说火焰山下埋着一头沉睡的火龙，有的则说是太阳神每年夏天降临此地，与风神战斗，才有了这漫天热浪。听起来很玄幻，但细想又很有民间智慧。他们知道这山的火是一种来自天与地之间的不平衡，是自然的呼吸，也是难以捉摸的力量。而我们今天站在山脚，看那一片片红色波纹起伏，想到的可能是地质构造，是岩层断裂，是砂岩沉积。但在玄奘的年代，他看到的只是一座燃烧的山，一条必须穿越的火之路，而他穿过去了，记下了这一切，交给后人慢慢解读。我们离开今天的故事前，先记住一件事：火焰山不是山在燃烧，而是太阳、岩石与空气合力制造的幻境。这幻境太像真的了，以至于千百年来人类都被它骗过。但也正是这样的幻觉，才让它成了《西游记》里最有画面感的地方之一。玄奘入西域的那年，谁也没想到他居然真能走那么远。你要知道，这不是坐高铁出国留学，也不是打卡旅行，那可是唐朝盛世下的繁华长安以东，千里之外全是荒野荒漠，山高水冷。而玄奘，一个本该在寺庙里安安静静念经的和尚，却偏偏不按剧本来。他不满足于翻译前人的经文，他要亲眼看、亲耳听、亲自求。他要去印度取回最原本、最纯净的佛法。而这一决定，注定了他要穿越千山万水，走过你绝对不想在夏天去的地方，包括那个后来因为他而成名的火焰山。事情开始于贞观3年，也就是公元629年。这一年，玄奘悄悄离开长安，偷偷翻越玉门关。出发前甚至没有官方许可，用今天的话说，他是非法出境。按唐朝律法，这是犯法的。边境守将一旦发现，抓回来少不了一顿严惩。可玄奘根本不管这些，他心里有个执念，非去不可。那时候的西域远没有今天的新疆那么清晰的分区，你在地图上能看到的大多是模糊的地名和各种族群、城邦混杂而居的碎片区域。楼兰、龟兹、高昌，这些听起来像是神话故事的名字，其实全都是真实存在的国家，而且很多都处在战争与权力争斗中，根本不是你想走就能顺顺当当的穿过去的地带。所以玄奘刚开始旅途的那段日子，
是紧张和危险并存的。他从长安出发，往西走过咸阳、兰州、瓜州，再穿越玉门关，正式进入西域边缘。当时的瓜州已经是典型的干旱地带，水源稀缺，昼夜温差巨大。玄奘带着的只是一些干粮、水袋和极其简单的衣物。他不是单枪匹马，而是跟着一支商队同行，因为在西域，离开商队几乎等于自杀。那年他大概30岁出头，年纪不小，意志却异常坚定。我们从《大唐西域记》里可以看出，他对行程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细致观察。他不只记录地形、城市，还记下各地的风俗、语言、宗教体系。这种记录型思维让他一路上像个行走的文明扫描器，边走边储存。但这趟旅程也不是全靠毅力和信仰能撑住的，他要面对的是肉身在环境中的持续煎熬。你想象一下，在一天能热到60度，风沙可以把人面孔磨成重塑模型的地带，一位和尚裹着袈裟，背着经书和干粮，靠着马或者骆驼，顶着漫长的路程缓慢推进。不是旅行，是苦修。而这段艰难的路中，最让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的，正是穿越吐鲁番盆地的那一段，也就是后来火焰山所处的区域。这片地方在当年叫高昌。玄奘在路过高昌的时候，遇上了历史上一段非常有名的插曲。高昌王非常欣赏玄奘，想把他留下来当国师，不仅送金送银送人，还搞出一种你不留下我就不让你走的半软禁。好在玄奘这个人脑子很清楚，他知道自己此行的目标不是荣华富贵，而是佛法。他婉转又坚决地表示感谢高昌王厚爱，但还是要走。最终在高昌王多次劝说无果之后，他不得不放玄奘继续上路，并且作为补偿提供了物资和人力支持，甚至派出护送队伍。这段高昌插曲其实是整趟旅程中少有的温情时刻之一，玄奘也因此对高昌王感恩戴德，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不少赞美。可一旦离开高昌，真正的地狱才开始。吐鲁番，在那个年代，火焰山周边没有现在的旅游区，没有遮阳棚，更没有矿泉水和防晒霜，它就是一整片赤裸的大地，一块巨大滚烫的烙铁。更恐怖的是，很多时候并不是热得喘不过气，而是热得根本无法思考。有旅行者在吐鲁番走丢过，几小时回来时已经中暑失语。玄奘带队穿越这片地带，不只是考验体力，更是心智和运气的博弈。你也许会问，那他到底看到什么了？他怎么形容这个地方？在《大唐西域记》里，玄奘用了一句极其克制却又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来描述这段路：山岩崎岖，石色如火，裂峰谷地，冻沉如焰。他说这山岩石色如火，不是说有火，而是颜色似火。再说冻沉如焰，是风吹起沙尘，看上去像火焰在跳动。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是很科学地表达了自己的观察。他没说这山在燃烧，而是说他让人误以为在燃烧。这种克制又精准的表达方式，在当年是极其罕见的。而你要知道，这些观察并不是站在阴凉处写游记，而是在烈日当头、风沙扑面的环境下，靠记忆力与苦行精神支撑下的记录。试想，一个在走了几千公里后，身体几近脱水的僧人，还能保有这种冷静的观察力和文学表达，那真的是一种修为。而这正是玄奘的神奇之处，他是求法者，更是记录者；他是宗教信徒，更是文明搬运工。他在西行途中，不只是为了找佛经，更是无数次的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这个世界。火焰山那年，
没有神怪出现，也没有悟空腾云驾雾，只有烈日、红岩与风沙，以及一个不肯停下脚步的僧人，在灼热的大地上写下人类意志的笔记。不是火，是风与光。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诗，其实是我们今晚的关键词。火焰山之所以被误以为真的在燃烧，一半是他自己的错，一半是太阳的锅，还有一半是风在幕后默默搞事情。怎么是3半？对的，事情就是这么超纲，才让玄奘法师的旅途如此传奇。连他这样意志坚定的人，也差点在这片土地上被风和光打得怀疑人生。我们先从最直观的视觉错觉说起。火焰山作为吐鲁番盆地最耀眼的地表演员，有着一种近乎欺骗眼睛的本事。当地的地貌叫做红色砂岩褶皱，简单说就是一整片地壳运动挤压出来的红色条纹山体。这种砂岩富含铁元素，表面被烈日炙烤多年，氧化之后颜色更红更亮，像一整面被抹上铁锈色的幕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阳光照下来，空气受热迅速上升，形成一种叫做热气流折射的现象。我们小时候常在夏天的马路上看到那种地面在抖的画面，那就是热浪在视觉上造成的扭曲。而在火焰山，这种扭曲是放大级别的，整条山脊就像在跳舞，红色岩石像是火蛇在翻滚，尤其是在正午，那种山在燃烧的错觉真的会让你眼花缭乱。这种视觉体验，在没有科学教育支撑的古代，自然就被解读为山中有妖或天地异象。而对玄奘来说，他虽然并不相信鬼神妖魔那一套，但他也没有物理学知识来解释光折射现象，所以他写下那句动尘如焰，已经算是极度客观又克制的描述了。他看到的不是火焰，而是如火之焰，这个如字加了千钧重。再来说说风，吐鲁番有一种风叫焚风，也叫热风或火风。这可不是普通的热风，而是一种穿越山谷高速下沉之后的压缩风流。原本在高山地区的冷空气在重力作用下快速下降，气压升高，温度也随之升高。等它来到山谷里，已经变成了一种滚烫的风，甚至比热水更难受，因为它干。玄奘在文中提过，在某些地区，风起如刀，一阵风过来，连衣服都会被吹得紧贴皮肤，皮肤被刮得红肿，甚至流血。这不是夸张，而是真实的物理折磨。你穿着宽松袈裟，走在被太阳烤得发光的山地上，一阵热风吹来，衣服被灼热的空气紧紧压住，就像被烧红的手掌拍了一下。而火焰山一带，白天不仅热，还常年干燥，空气湿度不到15%，这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是你嗓子吸一口气就能干裂的程度。玄奘在穿越这一带的时候，身边不少随行人员中暑、呕吐，甚至直接瘫倒，最后不得不靠夜行来避开高温。风虽热如火，却也成了他们导航的声音，因为在茫茫热地里，耳边唯一的动静就是风。第3个影响就是光，不只是阳光本身，而是火焰山这种地形与光线交互后的戏剧效果。火焰山的岩层是纵向排列的，像一根根巨大的手指插在地面上。这些岩层在阳光下形成了复杂的阴影，在山脚下看上去就像无数火焰从大地中升起。尤其在清晨与傍晚，阳光角度低，阴影拉长，红色的山脊变成一层层涌动的波纹，活像火焰在山体上流动。有时候风一吹，岩石间升起尘沙，阳光透过尘沙照到远方的山壁，又是一幅火云翻腾的景象。你要是站在这个场景下，再听见远处骆驼队低沉的铃声，
真的很容易就以为自己误入了神话故事。而对玄奘来说，这种景象既是挑战，也是警示。佛教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火焰山恰好成了这种理念的自然课堂。看起来是火，其实不是；看起来在燃烧，其实只是岩石与光的互动。他在路途中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回到中原书写成文的时候，显然已经在语言中做了净化。他描述的火焰山是一个假火的象征，是空相之中的执念。这恰好和后来《西游记》里的火焰山形成有趣的对比。小说里，火焰山是真火，要靠芭蕉扇才能扑灭，是妖怪设置的障碍，是孙悟空必须跨过的关卡。而在真实世界里，火焰山不是一场敌意，而是一场误会。人类的眼睛在这里被欺骗，大脑也在这里开始编故事。从玄奘的赤色如火到吴承恩的火焰300里，中间隔着一整部人类想象力的浪潮。而想象并非谎言，它只是一种对真实无法解读时的自我安慰。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游客站在火焰山脚下拍下照片，配上热成火锅的文字，还有小孩子听着西游故事，以为火焰山真的永远燃烧着。我们需要这样的幻想来给干燥的现实添一把火，哪怕它其实并不燃。所以说，玄奘看到的不是火，而是风与光。但也正是这风和光，成就了火焰山的传奇，骗过了眼睛，也点燃了想象。敦煌壁画中隐藏着的火焰山秘密，像是1000年前的画工偷偷藏进土里的历史彩蛋。这就像你在一幅看似佛祖讲经的壁画里，突然发现角落有座红山在冒烟，一小撮骆驼在下面艰难前行。你可能以为那只是背景，但其实那也许正是火焰山最早的视觉记录之一。要讲清这个谜团，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玄奘穿越火焰山之后的那些年。他把自己的见闻整理成了《大唐西域记》，而那本书后来成为无数僧侣、画师和文人进入西域想象世界的观景窗。敦煌莫高窟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集散地，自然不会放过这些素材，而壁画师傅可能也是当年的视频剪辑师。读完玄奘的描写后，灵感涌动，他们一边听法师讲解佛理，一边在昏黄的油灯下蘸着矿石颜料，把火焰山那片灼红的山体一笔一笔画进了壁画里。我们今天在敦煌壁画中找到的红山、燃火、沙海旅队等图像，很多其实都是西域旅途中真实地貌的艺术加工。你如果站在莫高窟某些窟室里细看，会发现佛陀身后的世界并不是空空荡荡，而是热闹得很。远处是连绵起伏的赤色山丘，近处是队伍蜿蜒前行，有僧侣、商旅、驼队，还有风沙中被吹歪的枯树。这些都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根据像玄奘这样的旅行者留下的口述与文字，再结合画工自己的想象所绘。尤其在第220窟、第323窟里，画有一类叫佛本身故事的壁画，其中就出现过被学者广泛讨论的一幅图，佛祖化身行者穿越一片烈焰燃烧的山谷，身后跟着几个受苦的众生。这幅图虽然从佛教意义上解读为众生受苦，佛度之，但画面构图和色彩用的正是赤色山脊加翻滚、热风加黄沙漫漫的视觉语言，和火焰山极其相似。这就有趣了，我们不知道画师有没有真的见过火焰山，但我们知道他一定看过《大唐西域记》，或听说过其中的描述。他对赤色如火的景象产生了联想，再把这个联想变成视觉语言。于是一幅可能是火焰山的画作，便在1000年之后仍留存在岩壁上。从这些壁画里，我们还能看出一点，
火焰山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独立主角，而是西域行路中众多艰难挑战的一部分。画师并没有特意给它加戏，而是自然地把它放在必经之路的背景里。这种安排其实非常贴近真实，它不是一座神山，也不是妖魔聚居地，它就是你非走不可的一段超趟旅程。在第17窟里还有一幅颇为神秘的壁画，画中描绘一个旅队正穿越山谷，前方有巨大的红褐色山体，山体上似乎飘起一缕缕白色波纹。有学者认为，这正是表现热浪扭曲空气的画法。古代没有热气流的概念，画师只能用飘带一样的波纹来表达空气的滚烫和震动。你要是站在画前看久了，真的会觉得那山体在动，山上空气在晃，一种奇异的视觉幻觉油然而生。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古人那么喜欢画火焰、烈焰、燃烧的山？他们难道真的以为西域是一团烈火？其实未必。从这些壁画来看，他们更像是用火的形象表达苦的感觉。你想啊，一个人顶着40多度的高温，穿着厚袍子走在沙漠边缘，每一步都像踩在火炭上，这时候心里产生的感受就不是一个热字能概括的。他会觉得自己在被火炼，在熬难，于是这些苦难就被画成烈火，画成红山，画成空气扭曲的图像。在佛教教义中，火也是一种常见的象征，代表烦恼、欲望、地狱等痛苦体验。所以把旅途艰辛画成火焰山，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宗教艺术的语言逻辑。这不只是地里的火焰，更是心灵的煎熬。那玄奘本人知不知道这些画法？其实他并没有参与壁画创作，但我们从他记载的内容中看得出，他非常理解象征这种表达方式。他虽然在文中写得非常克制，但他知道火焰山那段路是整趟取经路上最能代表人间炼狱的部分。如果说翻雪山是寒苦，那么穿火焰山就是热苦。而佛教讲六道轮回，苦是最基本的底色，这些经历恰好是最好的说法题材。所以那些画师们就像接过了玄奘留下的接力棒，把他经历的火焰山变成了一张张图，一笔一画，画出信仰的苦路。他们用朱砂、赭石、金粉混合着从生活中采来的情绪与想象，把玄奘在火焰山看到的幻象变成后人眼中的真实。他们画的不是山，是玄奘眼里的山；不是火，是众生走过时心里的火。几百年后，吴承恩写《西游记》看到的可能正是这些图，或听闻了这些图所画之物。于是小说中的火焰山终于真正燃烧了起来。但你知道最妙的一点是什么吗？这些壁画没有为火焰山写任何名字，甚至连说明都没有。他们只是默默地躺在岩壁上，看了1000年风沙，照了1000年晨曦。你要是没读过《大唐西域记》，没走过火焰山，根本看不出来那是火焰山。可只要你知道了，就再也不会忘。有些真相不需要标注，有些记忆靠画就能留住。而火焰山在壁画中燃烧至今，静静讲着那个热得发红的西域故事。吐鲁番，这名字听起来像一杯风干500年的葡萄酒，入口就能把你喉咙刮成纸。没错，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火焰山背后的真正舞台——吐鲁番盆地。这地方你可能听过，说它热，说它干，说它是中国的火炉。但如果你以为它只是个天气热一点的小城市，那你真的小看它了。吐鲁番不是热，是烤；不是干，是风干。而火焰山只不过是它众多奇观中的一个视觉代表罢了。如果你站在盆地边缘，看着远处那片一望无际的红褐色地带，
再想起玄奘穿越过的画面，你就能明白，他不是过了座山，而是走进了一整个被太阳放进烤箱的大盆地。先来点基本概念。吐鲁番地处中国新疆中部，属于天山南麓。这里有个令人瞪眼的地理数据，它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方之一，最低点爱丁湖海拔竟然是-154米，是亚洲地势最低的洼地。你可以想象，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锅底，四周群山环绕，热气从天上砸下来，却因为周围高地封闭，哪儿都散不出去，全都闷在这个锅底里翻滚。这就是为什么吐鲁番的热不仅仅是太阳暴晒的热，而是热到你躲都没地方躲的那种热，就像你被塞进一个蒸汽锅，锅盖还扣得死死的。到了夏天，这片盆地的地表温度可以轻松突破70度，不是空气温度，是地表。意思是，如果你穿着布鞋踩上去，几分钟之后，你脚底的胶都可能开始变软。你穿的裤子若够薄，说不定站着不动都会觉得后腿发烫。吐鲁番的地面能把塑料袋晒化，把鸡蛋烫熟。有人真试过，把鸡蛋埋进沙里，半小时后拿出来，熟了。那这跟火焰山有啥关系？关系大了。火焰山就像吐鲁番这锅粥上冒出的第一缕热气，是最直观、最具象的热浪象征。整个吐鲁番盆地像个热场，而火焰山就是那个热场的脸。玄奘走的路线正是穿过这个锅底，再从冒气口那边钻出去。他当然知道这段路有多难，而让这个锅更热的是风。我们前面提到焚风，现在可以详细说一说它怎么焚人。吐鲁番的热风不是从南边吹来的暖风，而是从天山南麓倒灌而下的压缩风。你可以理解为冷空气在山上聚集，然后沿着山谷快速下降，一边下降一边被压缩、被加热，到了盆地中间的时候，已经变成一股火吹龙的气浪。这风一旦起来，可以连续吹几天几夜。古人记载，7日不息，沙满齿颊。意思是你张嘴说话，风里就灌进沙；你闭嘴，风从鼻孔钻进来。很多古代商队穿越这片地带的时候，嘴里都会含一小块湿布，避免风干裂口腔。而玄奘也在文中写过：风大如刀如锤，行走其中如炼身。再讲一个离谱数据，吐鲁番的年降水量平均不到20毫米，有些年份直接挂零。20毫米是啥概念？你想象一个普通矿泉水瓶装个一半，大概就是吐鲁番一整年能下的雨。这点雨洒在火焰山上，不仅没用，还可能在落地之前就被蒸干。所以玄奘在火焰山脚下所见的不是山中火焰，而是一整片像火的自然构成。他的旅程穿越的不是火焰山，而是热的集合体。烈日直射，地表灼热，空气缺水，热风呼啸，夜晚余温不退。这一切组合起来，才让他产生了山色如火，风卷如焰的幻觉。但你别以为这里就只有热和干，那就错过了吐鲁番最迷人的一面。在这片干得惊人的土地上，当地人发展出了一整套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最经典的就是坎儿井。坎儿井是一种古老的地下水利系统，由井、地下暗渠、竖井、明渠组成，可以将山上的冰雪融水通过地底引到城市和田地中。这项技术来自古波斯，经中亚传入西域，是人类在极端气候下与自然斗争的智慧结晶。玄奘没在文中细讲坎儿井，但他提到过地下水道如蛇形，清冷可饮。这或许就是他途经吐鲁番时亲眼所见的坎儿井结构。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地人还能种出世界闻名的吐鲁番葡萄，你没听错，就是你在市面上吃到的新疆葡萄干，很大概率就是从这片被晒成焦炭的地方长出来的。靠的是昼夜温差大，
日照时间长，水分从地下慢慢渗透供给，葡萄在这种极端环境中反而糖分高，风味足。这就是吐鲁番的双面性，一方面是烧烤地狱，一方面是生存奇迹。火焰山之所以神秘，不只是因为它看起来像火焰，更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极端，极端的热，极端的干，也极端的美。而这美是要代价的。玄奘走过这片土地，脚底是炙烤的大地，头顶是毒辣的日光，心中却是不可动摇的信仰。他的身影穿越吐鲁番，也许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壁画里那条小小的旅队，蜿蜒在红色山影下，孤单却坚定。他留下了一句模糊却精准的形容：山石交翅，热风灼面。没有华丽辞藻，却道尽了火焰山背后的真正核心。这不只是一个地名，这是大自然在烈阳下完成的极致作品，是吐鲁番用千年烽火雕刻出来的一道纹路。玄奘走了，火焰山还在，吐鲁番依然热得惊人。而我们读着他留下的只言片语，走入这片古老盆地的炽热传说。风比火更可怕，这话听起来像是诗句，其实是玄奘旅途中一个极其现实的结论。在你还被火焰山的烧烤神话震撼时，玄奘已经用身体认清了一个真相，不是山在烧，而是风在刮。而这种风不但热，还带着一种有性格的恶意。今晚我们就来讲讲这种可怕的风，讲它怎么在火焰山下炸出声响，又是怎么让玄奘他们整队人几乎举白旗投降。先设定一下画面，公元630年左右，玄奘穿越高昌城后，一路往西走，脚下的地越来越红，风越来越燥，人越来越沉默。他走进的这片区域，已经不是有城镇、庙宇、绿洲可以歇脚的那种地方，而是一整片干到连鸵鸟都不想来驻足的地方。这时候的风才真正登场。你见过干热风吗？不是那种吹着热的风，而是风本身是热的那种。它不是清凉，也不是沉闷，而是一阵接一阵的灼烫冲击，仿佛天在给你吹热浪。你就像站在一个巨大吹风机前面，风力调到最大档，温度调到最热，关键是这吹风机还能把沙子吹进你鼻孔里。这就是火焰山一带的典型风，干、猛、热，像是大自然的一记耳光，一次比一次响。这种风在地理学上叫焚风或下降热风，它不是由太阳晒出来的，而是山上冷空气从高处快速下沉，在下压过程中被加热。说简单点，就是原本该降温的风，反而因为空气压缩而升温，等它到了地表，就已经变成了会烫人的气流。再加上吐鲁番盆地这种锅底型地形，把热风牢牢困在低处。你别说玄奘，哪怕是今天你去旅游，不戴口罩站在风口，也可能直接脱皮。玄奘在文中没有夸张描述这风，他只说风动如怒，沙飞如雾。这短短几个字，就像画了一幅沙海风暴图。你想象一下，黄昏时分，一支疲惫的旅队刚刚停下，准备休整，忽然风声大作，沙粒卷起，帐篷被扯飞，火堆被吹灭，人被风拍得站不稳，眼睛一睁一闭之间，沙子已嵌进睫毛缝里。这种风还有一点很毒，它不但热，还带电。不是说它真有电流，而是它会带来静电、耳鸣和极度的不适。很多记录表明，古人走在火焰山风口地带时，会感觉头脑发胀，思绪混乱，甚至出现幻觉。有的旅人说自己听见风里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有的则说那风像鬼嚎一般
整夜不息。玄奘没有写这些怪事，他不是那种爱讲鬼故事的人，但他写过一段特别的描述：夜风吹迎，骆驼思而不前。夜晚的大风让连骆驼都停下脚步，不愿前进。你要知道，骆驼可是戈壁里的老兵，他们习惯风沙，耐热抗渴，可连他们都怕的风，你就知道那是种什么等级的恶劣。更要命的是，这种风不会给你预告，不像台风有路径，龙卷风有云团，它说来就来，而且一来就是一整天，有时候能持续3、4天，仿佛天神发怒，决定用风洗一洗这块焦土。商队常常要靠搭建围挡、蹲地、盖脸等方法来抵御，但很多时候这种自救几乎无效，沙子照样钻进你鼻子、耳朵、食物袋里，风吹得你连呼吸都变形。玄奘他们一度只能选择昼伏夜行，白天风太猛，干脆找块阴影躲起来，夜里风稍缓，才敢趁月光赶路。但夜里赶路也不是件轻松事，地面仍然炽热，空气仍旧干燥，偶尔还有夜风突袭，再加上视野受限，骆驼一惊，队伍易散，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走丢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开发出一整套靠耳朵导航的能力。风吹草动之中，驼铃是最重要的信号，只要铃声不乱，他们就知道队伍还在。一旦听不到驼铃，或者铃声偏了节奏，那就是有人掉队或者方向偏离。这一点在火焰山地带尤其重要。火焰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横跨100公里的山脉。也就是说，你不是爬上一座山就完事儿，而是像在一条热风隧道里穿行，一走就是3、4天。而这3、4天，每时每刻都可能有风、沙、烫蚀、地面和缺水的问题一起找上门。可怕的是，在风的摧残下，人的心理也会慢慢崩溃。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根本睁不开，你开始口干舌燥，开始怀疑方向，怀疑时间感，甚至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走出去。玄奘虽然没有记录这些细节，但有随行人员后来口述说，那风是我们见过最无情的东西。风没有形状，却有力量。它不烧人，却比火更容易把人逼疯。所以说，火焰山的真正恐怖，不是视觉上的火，而是这无休止、无节制的热风与尘沙。它没有温度计能测，它没有影像能还原，它只能靠每一位穿越过的人在心中留下刻痕。玄奘走完这段路，写下了热风灼灭，沙舞而行，轻描淡写，却道出所有苦行者最深的痛。而我们读这段历史才明白，有时候毁灭人意志的不是最显眼的困难，而是那种悄无声息却日复一日打击你的风。说玄奘一个人取经，那只是故事里的说法，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人能独自穿越大半个亚洲，特别是从中国走到印度，沿路荒漠、山岭、部落、战乱、沙尘暴，缺水、缺粮、缺方向感，不是有信仰就能走得通的。这趟旅程背后是一整个西域团队的协作支撑。今晚我们要跟着玄奘走进他真正的旅伴世界，你会看到的不是神仙打架，而是一支脚踏实地、风尘仆仆的队伍。和尚、向导、翻译、驼夫、商人，还有最关键的骆驼。玄奘第一次穿越火焰山地带的时候，身边并不是空无一人。他曾多次提到自己依附商队同行，这些商人来自不同地区，有的讲汉语，有的讲回鹘语，有的来自龟兹、燕齐、高昌，是那个时代丝绸之路上真正的主力军。很多人走商路几十年，对路线、水源、部落习性了如指掌，是流动的地理专家。而玄奘身为出家人，不通马洛之术，
也不懂异族习俗，更不会自己在沙漠里挖井找水。他要完成这趟取经长征，就必须依靠这些西域老司机，他们成了他的伙伴、引路人，有时候也成了他在迷失与崩溃边缘时的精神依靠。那支队伍是怎样的？玄奘没记下所有人的名字，但我们可以从他的描述中勾勒出一个典型旅队。队伍里头，骆驼是绝对主角。火焰山一带地势起伏不大，但地表灼热，风沙横行，人靠走根本走不远，而马虽快，却怕沙怕渴，不适合长途穿越沙漠。只有骆驼靠着它的水桶度和耐力值，能驮几十公斤的货走上100公里，是丝路上无可替代的运输主力。商队通常会雇几名骆驼师，负责掌握驼铃节奏，控制行进速度。他们不仅与骆驼沟通得心应手，还能凭星象和地貌判断方向，在风暴突袭时用最短路径找到藏风避沙的天然沟壑。玄奘身为乘客，坐在骆驼背上不是什么享受。骆驼走路时身体左右摇摆，像坐在一只晃动的巨船上，再加上高温，长袍粘在背上，阳光从天顶炙烤下来，每1分钟都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他曾写道：日烤衣袍，足骨酸痛，晒到连骨头都在叫唤。而在骆驼身边是随行的护卫与驼夫，他们负责搭帐、巡水、看护队伍。夜间休整时，他们会围出简单的营地，用兽皮搭出低矮的帐篷，或者干脆靠在骆驼身旁入眠。火焰山地带夜里余温不散，空气干得像烘焙箱，有时甚至热到睡不着，只能躺着等天亮。别以为这一路只是苦行和忍耐，队伍里也是有笑有泪，有故事，有情谊的。比如翻译的角色至关重要。玄奘不会所有西域语言，他要靠翻译去和各地人沟通，问路、找水、谈价、求庇护，每一步都得依赖语言。很多时候，翻译成了他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生命线。还有那些商人，他们一开始或许只是为了生意带路，但时间久了，也会因为玄奘的坚持和诚意而被感动。有传说有位商人原本只愿送他到高昌，结果走着走着，一路护送到了燕齐。路上，他看到玄奘夜里仍在抄写经文，打坐不懈，终于默默掏出干粮塞给玄奘，说：“你这人是真的要走到底啊！”商人和僧侣的组合听起来像奇怪的设定，但在丝路上，这样的组队模式十分常见。佛法的传播很多时候就是靠商队带出去的，而僧侣也在旅途中不断为商人祈福、念经、解梦，成了队伍里的精神供养师。而这支队伍中最安静的角色，骆驼，却是最值得尊敬的生灵。玄奘提到，一次他们行进至火焰山南缘，遇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风暴，整个天被黄沙染成橘红，风声呼啸如嘶吼，队伍被迫停下。一头年老的骆驼因为沙灌入鼻腔而倒地不起，驼夫却不忍放弃，花了1夜时间用湿布擦拭、灌水，终于让他缓缓站起。那一幕，玄奘写下：众生皆有心。是啊，连骆驼都在拼命活着，而玄奘作为人类中的苦行者，又怎能轻言放弃？在这样的队伍里，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谁是主角，也没有谁是路人。大家都在这条炽热之路上，用脚步把信念踩实，把彼此拉紧。在火焰山的风沙中，这支队伍不是电影中的光鲜组合，而是一群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默契前行，互相撑住。我们常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玄奘的旅程之所以能被铭记千年，不只是因为他一个人伟大，
而是因为他身后有那么多无名的脚步一起走过风沙。他们没有名字，没有画像，但他们的身影一直藏在玄奘写下的每一段文字中。而火焰山也许正是那段旅程中最需要大家紧紧靠在一起才能活下来的地方。所以当你在看到壁画里那支行进的旅队，再看到小说中那个在火焰山被难住的唐僧，不妨想一想，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整支由信念与骆驼构成的旅队，在风中慢慢前行。风停了，可并不代表旅队就能安心前行。穿越火焰山的路是一种选择最不差的时机上路的技术活。太阳在头顶烘烤，沙地持续发热，风偶尔反扑。这不是行军，这是在灼热与干裂中寻找喘息。而在这段夜行者的队伍里，有一个人的存在格外重要。他不抬驼，不点水，也不挑路，却几乎贯穿了每一次决定何时出发，走哪条支路，跟谁谈话，如何求水。他就是翻译官，也是这趟旅程中少数能够左右玄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人。他的名字没被记在史书上，但从《大唐西域记》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看，这位中亚裔翻译不仅精通汉语与数种西域方言，更有一副极其冷静的头脑和察言观色的本事。他像是旅队里唯一能穿透语言障碍的人，而在语言背后是文化、风俗、地缘冲突与信仰地雷。你要知道，这不是在世界语大会上聊天，这是一支中国来的僧侣队伍，进入多个互相敌对的城邦之间，有时一脚踏进一个部族的领地。如果开口用错了方言，或者说错了一个词，轻则被驱赶，重则可能被围攻。这个翻译官必须随时清楚他们正处于谁的地盘，要以哪种方式称呼部落长老，要不要先送盐或干果，要在多长时间内表达出我们是和平过境。很多时候他甚至得提前出发，先去下一个据点探清消息，再回来指挥主队行进。火焰山这一段正是考验他极限的阶段。这里不比楼兰、龟兹那些文化发达之地，而是一片由游牧部落、边境流民反复迁徙的小型集落组成的灰色地带，没有明确边界，没有稳定秩序，谁掌握水源，谁就有话语权。而一个陌生和尚和几名驼夫出现在村口，不是奇迹，是麻烦。翻译官需要迅速判断，用哪种语言更能赢得信任，提不提玄奘是大唐来的，是否要隐瞒他的僧侣身份，是否该主动献出一些干粮。每一次沟通都像是在紧绷的线索上跳舞。一次他们接近一处泉眼附近的部族时，部族首领满脸警惕。据说那年头有商队假扮僧侣入境偷水，因此当地人对旅者异常防备。翻译官先是用他们本地口音打招呼，随即主动交出几块风干羊肉，再跪地递上一封用毛笔写的小札，内容是玄奘亲笔抄写的《般若心经》译段。那一刻，火光昏黄，风吹经文，首领拿着那段字看了许久，抬头点了点头，水便从岩石后引来。没有这个翻译官，那段水源也许永远无法取用。而玄奘也明白，语言是连接这个复杂世界最温柔又最锋利的武器。夜行是另一种磨练，翻译官不是体力最好的那一个，但他必须随时警惕。夜里队伍安静，只有驼铃在响，偶尔有低语传来。他需要听得懂队伍成员的每一句话，不是为了八卦，而是为了防止情绪崩塌。比如有一晚，一位来自敦煌的年轻僧人低声抱怨，走不动了，我觉得这山根本没有尽头。他用的是方言，大多数人听不懂，但翻译官听懂了。他没有安慰，也没有反驳，
只是走到这人身边，递了一点干果，说：“你要是不继续走，你的语言我们谁也传不出去。”话不多，却戳中了那僧人的软肋。对翻译官来说，火焰山并不是他人生中最危险的地带，但一定是最孤独的一段。他时刻活在语言的缝隙中，一边要精确传达，一边要小心不触动对方文化的雷区。而在夜路之中，失语比失眠更可怕。旅队每次到达一个部落，一个水源点，玄奘最先唤的名字往往就是他。他没有佛法，却背负起整支队伍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责任。有时甚至他需要代替玄奘去处理那些不能说的外交麻烦。你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黄袍和尚坐在沙丘上冥想，一边是商人们清点干粮，一边是翻译官站在几米外，对着另一群持弯刀的部族青年，用蹩脚却坚定的语言说：“我们不求多走一步路，我们只求不死在这风里。”那一刻，他不是工具，而是命运的舵手。正因如此，当这支队伍终于翻过火焰山尾脊，在远处看到下一片绿洲时，玄奘在记录中提了一句话：“信赖通人，知识周详，或安道。”这个通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始终躲在画面后不被记名的翻译官。他或许再也没有回到中原，但他把一位大唐僧侣平安送到了前方。这段风中的夜行不是孤独，是人类合作的奇迹，而这奇迹才刚刚翻过火焰山的第一道沟。前面还有更高的山，更大的难题，但只要语言还连着人心，故事就不会断线。他并不是神，也不是天选之人，他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穿着破旧的僧袍，顶着烈日，踩在能把鞋底烤软的地上，一步一步往西走。火焰山脚下没有小说里的妖魔鬼怪，没有剧本里的腾云驾雾，有的只是灼热干风，岩石刺脚，喉咙发干到吞咽，一口唾液都像吞下火炭。而在这样的环境下，玄奘有没有怕过？我们当然都知道，《西游记》里的唐僧胆小怕事，动不动就大喊“悟空救我”，可那是文人笔下为了抬高孙悟空而生出的对比式塑造。真实的玄奘远比你想象的强大，也远比你以为的更人。在《大唐西域记》里，他几乎从不提自己的情绪，整本书冷静地像一份地理调查报告，某地地形如何，人口几何，风俗如何，佛寺几座，国王信不信佛。但如果你换个视角去看他写的内容，就能发现那份冷静背后其实藏着许多不得不咬牙才写完的瞬间。火焰山一段他写的最少，却留下了最多空白，没有细节，甚至连自己是如何穿越的都略去，只提一句山赤如焰，风劲如刀。这不是没话说，而是怕说太多，写下的东西会把回忆再烧一遍。人怕的时候不一定会哭，会喊，有时候只是沉默。那种沉默是因为脑子里在叫我走不动了，可身体还得往前爬。旅队里随行的年轻僧人、商队护卫，很多都在火焰山那几天表现出崩溃迹象。有人拒绝说话，有人试图逃离主路，有人中暑后自顾自把袍子脱光，整个人暴晒在沙地上。而玄奘必须稳住，他不仅是目标最坚定的那个，还是其他人精神上的锚。他一怕，整个队伍可能就散了。他没有资格怕，也没有空间怕，但怕还是会来，只不过换了方式。夜行中，他常常选择走在队伍前面，不是因为好辨方向，而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在黑暗中颤抖的手。有一晚，风极大，沙子刮得脸如针扎，火焰山脊在远处发出怪异的呼呼声，有人以为是鬼怪，有人想折返。玄奘走到最前头，把破布缠紧额头，然后说：“
风吹我前，不如我走。说完继续迈步，没有一丝回头。他在赌，不是赌风会停，而是赌自己的恐惧会在脚步声里消化掉。火焰山并不陡，但那段热土让人每走10步都觉得像走了1公里。地面没有树，没有水，没有影子，甚至连声音都很少，只有脚下石子碾压的声音和自己急促的呼吸。呼吸的声音也怪，它不像你爬楼梯那样的喘，而是干燥到吸不上来的空响。那几天，玄奘每天只能靠着干果、少许盐水维持体力。他的僧袍后背上始终是湿的，汗不是流出来的，而是刚冒出来就被蒸干，只留下盐渍白痕。随队的一位翻译官后来口述回忆，当时有一夜，玄奘靠在一块石头上短暂入睡，醒来时满脸风沙，第一句话竟是：佛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吗？这不是怀疑信仰，而是一种无法压抑的求证。他也会累，会疼，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但这种动摇永远只是夜里的悄然一瞬。第二天他起身，依然安静不语，继续背包上路，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而最让他害怕的，其实不是环境，是死在无人之地的可能性。在火焰山脚下，玄奘写过一段极短的诗意描述：人迹渺山，不与日渐稀，心如焰。这心如焰，有人理解为热情，但更多人看出来，那其实是焦灼。他不怕死，却怕死得无名。他带着对佛法的渴望前行。如果死在火焰山之腹，那他写下的经卷，他翻译的典籍，他记下的每一条路线，都将随风化作尘沙。永远没人知道那种恐惧如影随形。可他不喊，不叫，不写下来，他只是选择继续走。或许在玄奘心中，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而是怕到极点仍然不退。他把这种情绪压成字，埋进简洁到极致的文字里，没有悲鸣，没有血泪，只有赤如焰，风如锤，骨热若火几个词，留给1000年后的我们去猜测他那段旅途到底有多难。但你仔细想，若一个人真如《西游记》中那般软弱，他怎可能完成数万里西行、数十国通行、100卷佛经带回的伟业？他怎可能在丝绸之路上走出一个属于中华佛教的新纪元？现实的玄奘是那个在最热之地依然走路不退，在风沙中坚持记下每一个地名的僧人。他怕过，但从未逃跑；他痛过，但没有停笔。他就像那风里的一粒尘，微小却固执，在每一次眼看要被吹散时，默默地贴紧地面，继续向前。而火焰山留下的不是他畏惧的背影，而是他咬紧牙关，穿越沉默与灼烧之后，仍然在纸上写下得度2字的手。可就在他终于翻过那座如焰之山时，他却遇上了比火更难熬的东西，一个温柔却冷得入骨的对手，一位挡路的人。这个人没有弯刀，却有一把不容通过的拒绝。这一次，玄奘不能靠脚步取胜，必须靠语言，靠意志，靠智慧。而这场较量将彻底改变他在西域的身份。他出现在玄奘面前的时候，没有妖气，没有铁扇，也没有牛角，但那一刻，空气真的像是静了一下。站在绿洲边缘的那个身影，一身厚袍，脸色阴沉，说话慢而冷静。最开始只是问你要去哪？玄奘合掌微笑，往西天。那人顿了一下，说：这地方不能再往西了。那一刻，整个队伍停住，空气开始变热，不是因为火焰山，而是因为这里的阻拦者，显然并非简单的路人。翻译官在一旁低声说：
这是赤杖部族的领头人，前阵子和林部打了仗，所有来路不明的过客都会被盘问。这不是城邦，这是一片灰色地带，没有国界，没有官衙，只有拳头和经验决定生死。这种时候，不靠拳头，也不靠佛法，靠的是说服力。而这个人，玄奘必须说服，否则就别想再往西一步。他不是什么妖王，却正是后人塑造牛魔王形象的原型之一。高大，有战斗经验，对异族充满戒备，拥有强烈的部族认同感。他的族人靠绿洲生存，依水而居，而这片绿洲是整片火焰山走廊上唯一有水草的驻点。任何一支旅队若想穿越火焰山北段，必须在此补水、换骆驼、休整一天。而他就守着这口命脉之井，他不抢人，但他怕被人抢。翻译官试图解释说，玄奘是朝圣僧人，无意逗留，也不觊觎水源，只是过境。但这位赤杖头人冷笑着看了玄奘一眼，说：“你们念经的，不都说众生平等吗？怎么我们这些不识佛的，就要被你们当作渡口？”一句话像刀子一样插进空气里，玄奘没有立即回应。他知道对方不是在问他一句话，而是在质问一段历史。在那个时代，佛教虽已传入西域多年，但仍被许多部族视为外来之物。很多部族认为，这种只讲因果、不讲祖灵的宗教是对自己神灵的不敬，而且他们并不信服那些空性、慈悲的概念。对他们来说，现实是你必须守住水源，保护族人，不让别人染指哪怕一块绿洲边缘的石头。如果佛教是劝他们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他们宁愿一滴水也不让。玄奘要的是路，他们要的是安全。信仰与现实在这片土地上撞了个正着。真正让局势发生变化的是玄奘说出的那句话：“我不愿你们信佛，只愿你们别怕我。”他说的平静，也不长，但那种坦然让那位族长沉默了片刻。你想，一个走了上千里的人，带着风沙和疲惫，不强求，不辩解，只求不被当地人，那种态度就像火焰山后的微光，不炽热，却让人分神。赤杖头人看着玄奘，又看了看他身后的队伍，商人在试汗，翻译官低着头，僧人席地而坐，满身沙尘。那不是一群征服者，也不是骗子，而是一群被热风削过，意志却仍然咬牙前行的人。他缓缓开口说：“你们只能在水边停一夜，明日天未亮，必须离开。”这句话就是玄奘走出火焰山的通行证。而这个人，这个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挡路者，后来在《西游记》里成了牛魔王，被赋予了权力、火焰、扇子和魔气。可真实的他，其实不过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水源守护者，一个活在资源稀缺地带的现实主义者。他不是妖怪，是被现实逼得不能轻易信任的部族领袖。而铁扇公主的形象，很多学者认为或许正是源于他的妻子，一个传说中拒绝与外人交谈，用后帕遮面，不允许陌生男人靠近绿洲边界的女性。她不是绝世美人，而是一位在热风中长大的祖母。她的扇子或许就是现实中用于遮阳遮杀的宽大头巾。想象就这样被现实推着走，故事一点点变形，最终成了一本小说里的神魔传说。玄奘后来提到过这段经历，没写对方的名字，也没细写过程，只留下了一句话：过热地，得水，原性也。这性也两个字，是多么含蓄而又沉重的承认。他没有依靠神迹，没有靠佛法感化人心，而是靠最质朴的诚意和坚持，换来了一个允许过境的许可。而在火焰山这样无情的环境中，这种许可
就像一口水，是生死之分，是能否继续的界限。但你知道更动人的细节是什么？那一夜，玄奘没有在帐中入睡，他坐在水井边，手里握着抄写经卷的小竹笔，眼睛看着月亮，一直没合眼。翻译官悄悄问他：“你怕他们反悔？”他摇头说：“我怕他们的眼神里永远都看不见信，不是信佛的信，是相信的信。”那一刻的他，不是传教士，不是旅者，而是一个把信仰当成桥梁，却被现实拒在河岸的人。那晚的月光很亮，井水很清，绿洲安静的出奇，但玄奘内心的风，恐怕比火焰山的风还烈。第二天，他们准时出发，没有告别，没有相送。那位族长站在绿洲边，目送他们消失在地平线。多年后，吴承恩写火焰山时，给唐僧设了一个巨大障碍，要借芭蕉扇3次才成功。可真实世界中，玄奘只借了1次，是用信任去借的，而那个扇子的影子，只不过是绿洲边缘一块暂时遮住沙尘的浓荫。火焰山的妖怪并不怪，他们只是比任何人都更早学会了一个真理：在这块炽热大地上，信比水更珍贵。而翻过火焰山的玄奘，已经不是出发时那个向西天取经的和尚了。他第一次明白，人的信念不只是写在经书上，还藏在沙里，埋在井边，写在别人质疑的目光之下。而前路将更远更难，他即将进入真正的佛土，可那片土地的佛或许也不会像他想象中那样接纳他。他要面对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翻译，是信仰之路的下一个门槛。他们离开火焰山后，风逐渐缓了，沙也不再像刀子一样往脸上刮。翻过最后一道赤红山脊，远处出现的不是传说中的净土，而是一片辉煌交错的旷野。旅队继续向西推进，绿洲变得更加稀少，水源更加宝贵，但玄奘却明显安静了许多。他时常沉思，望着天边，或写或念。他翻过火焰山，渡过怒风着地，可心里的问题反而更多了。这一路上遇到的那么多部族，那么多信仰，那么多截然不同的风俗，如果佛法真如他说的那样普度众生，那为何这些众生总是如此抗拒？为何有人宁愿相信风神、山神，也不愿听他讲因果轮回？这不只是传播上的困难，而是他信仰体系第一次真正被世界的复杂撞击了。而这一切的起点，早在火焰山的另一侧就埋下了伏笔。那天，他站在族长身边时，无意间听到了几个年轻人用当地语言低声交谈。翻译官告诉他，他们说你是不敬山神的外人。这句话对他冲击极大。在玄奘的世界里，山就是山，石头就是石头，是人类修行中必须穿越的地理障碍，是苦行，是试炼。但在这些西域部族眼中，山是活的，是有灵魂的，是可以发怒、可以庇佑的存在。火焰山不仅是热的象征，更是神的刑场，是烽火之神在此沉睡，惩戒外来者的圣域。他们不拜佛，因为佛不能指风；他们信山，因为山从未背弃他们。这种信仰不是野蛮，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极度现实的反应。在这片连水都要靠运气才能找到的土地上，信仰必须有用，能带来雨水，阻挡沙尘，保住牲口的神才是可信的神。玄奘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不是在传播佛法，而是在与一个个完整、独立、自洽的信仰体系对话。他的空，在这些信徒眼里是无；他的慈悲可能是软弱，他的忍可能是失败。
他开始回想一路所见的庙宇与祭坛，记起某些壁画中画的并不是佛，而是山、形、神、风暴、鬼、吐火龙。有一次，在烟岐城边的一座偏庙，他看到了一幅石刻，一个戴着风帽的长者站在山顶，一手持火，一手握风，脚下是被热浪烤裂的土地。那不是他熟悉的佛像，但却是一种活生生的地神象征。那位主持说，那是烽火山神，是他们在火焰山地区千年来膜拜的本地神明。他们相信这尊神能驾驭干旱与热风，让羊群存活，让地裂闭合。玄奘没有评价，也没有反驳，他只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低头念了一句：若佛有灵，亦当知之。这句短短的经语是他对佛的反问，也是对自己的提醒。他开始认真思考，所谓西行求法，真的只是为了带回原本经典吗？还是为了在这一路上看清信仰的复杂与多样？他想起那些在热风中拒绝他的人，他们不邪恶，也不狭隘，他们只是早已在漫长的生存斗争中选择了对自己最有用的神明结构。如果佛只是文字，而烽火山神却能带来井水和树荫，那么信佛者又凭什么指责这些人迷信呢？在这一点上，玄奘反倒感到羞愧。他意识到，真正的慈悲并不在于传播真理，而在于不嘲笑别人的希望。那段日子，旅队到达了一个名叫苏摩的部族村寨，他们刚从火焰山区域撤退过来，说那边的神灵不再沉默，山中频繁地震，热风异常暴烈，牲畜大量死亡。玄奘被邀请参加一次火祭，这是苏摩部族每年一次的重要仪式，祭祀烽火之神，祈求来年风顺土安。他答应了。他穿着僧袍，站在一圈赤色火石堆旁，火光照亮他满是风尘的脸。他没有念经，而是低头默默祈愿。在那一夜，他终于放下了要说服的执念。他不再想改变他们，而是希望与他们一起活下去。翻译官当时记下了一句他对部族长者说的话：我不是来代替你的神，我只是想在你们的神脚下走过去。这是多么谦卑的一句话，又是多么诚实的一种姿态。玄奘明白了，所谓传教，并不一定是说服，而是走过。让别人知道你的神与你同在是一种方式，但让别人看到你在别人的神面前依然低头，是另一种深得人心的方式。火焰山的神也许从来都没打算被记进经书，但他们确实存在过，在风里，在火光中，在那些被沙尘遮住脸的母亲的祈愿里。在后来的敦煌壁画中，有几幅画上同时出现了佛祖与山神的身影，两者对望而不语，一个光环圆润，一个眼角凌厉。这不是谁战胜了谁，而是两个世界暂时并排。玄奘曾在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旅程：众神并行，众生求存，若一法不能继，愿诸法共行。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极度成熟的包容。这是经历了火焰山烽火之后，一个僧人对世界最深的顿悟。而从那以后，玄奘再未轻言我来传法，他更常说的一句是我来看。他学着聆听，学着等待，学着尊重。他开始在经文边上记录部族传说，在地名旁边标注当地方言发音，在祭祀日上写下自己所见所闻。他不再是佛法的搬运工，而是成了东西方之间最柔软的桥梁。火焰山没有烧毁他的信仰，却重塑了他的方向。前方，他即将进入佛法的源头印度，但他的心已不再只是为了取经，而是为了懂人。这理解是用火与风烧出来的。
火焰山这地方有个特别之处，你站得越远，它看起来越像真的在烧。等你真走近了，才发现烧的不是火，而是你的眼睛、你的脚底板、你的耐心，还有你对世界的理解。玄奘翻过火焰山之后，一路走进吐鲁番以西的荒地时，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山好像不一样了。过去那些山是静的、沉的，像坐在地上的老人，风怎么吹它也不动。而现在他看到的山是动的，会变，会说话的。不是神话里的山林显身，而是山本身在改变。昨天还是光秃秃的石头，今天却在远处裂出一道新缝。昨天这边是峡谷，今天却风沙填满，几乎成了平地。山的形状在变，颜色在变，连声音都在变。有一天夜里，风特别小，玄奘躺在石头旁小憩，突然听见远处像闷雷一样的嗡嗡声，他以为是风，可抬头看了看，风旗没动。随行的向导说，那是山在响，是山体里面因为温差、风蚀或地裂在变化。有的山会喘气，白天受热膨胀，夜晚冷缩收紧，就会发出低沉的声音，就像大地在说梦话。这些说话的山成了玄奘路上的新谜题。火焰山到底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地貌？答案是不是。而且它在玄奘走的那年，可能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完全不同。吐鲁番这块地常年处在地质运动的夹缝上，断层多，地形变化快，再加上风沙侵蚀极强，山体表面经常发生剥离与崩塌。你今天走过的山坡，明天可能就塌了一块。你昨天记得有条小溪的地方，过几天再来，已经被沙盖没了。玄奘的记述中有一处写得极妙，他说：有山形如龙卷，赤而亮，其纹如火焰。这段话很容易被人误读为山上真有火，其实他说的是山体的地质纹理像是火蛇在山上舞动，赤红色的岩层一圈圈盘绕，像龙在扭动。这种现象叫做褶皱地貌，是由于地壳长期挤压，使沉积岩像折布一样层层叠叠，再被风一刮，就形成那种翻滚起伏的火焰肌理。而这些变化不只是视觉上的震撼，也是路线上的挑战。旅队有一回原本准备穿过一条他们去年走过的山口，结果一过去，发现整条山道已经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沙暴堵死了。翻译官派人绕路，结果一绕就是4天，差点迷失在2个类似山谷之间。玄奘在那段记载中写道：山洗如梦，道变如水。这是个很妙的比喻，山在这里不是静物，而像梦一样在流动，路线像水一样难捉摸。现代人可能会说这是地图失效，可对玄奘那代人来说，地图本身就是靠口述、靠记忆画出来的。山一变，整张图就得重新画。这也是他在旅途中每到一地都要细细记下南北方位、日照时间、山体颜色、岩性特点的原因。他在用自己的脚步重建一份可信的活地图。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个瘦削的僧人顶着热风在炽热山脊上蹲下来，观察石头的纹路，然后在纸上画出一段山体走向，用极其克制的文字记下每一条，可能引导未来僧侣走出绝境的岔路。他不是在看风景，他在给后人找路。而这种活山之间穿行的经验，也让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信仰。过去他以为佛法如山，永远不变，现在他发现连山都在变，信仰又怎能不随风沙改变形状？不是妥协，而是适应。他开始理解那些拜山神、拜风灵的部族并非迷信，而是在和这种说话的山共处的智慧。他也开始对经文中那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句子有了新的理解。这山看得见、摸得着，
却每天在变，它有形却无定，正如信仰，有章可循，却随心转移。这份体悟还让他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多了许多实用的小策略，比如他开始学会听山。什么叫听山？就是在风很小的时候，用耳朵去判断远处山体是否有碎裂声。夜里睡觉前，把手贴在地上，感觉大地是否震动。清晨起步时，不再只看太阳方向，而是注意岩壁投影的变化，因为一旦影子和昨天不同，就说明地形有了微妙变化。这些经验原本是老陀夫和部族向导才掌握的野外知识，现在一个僧人也在学。他从一个信仰传播者变成了信仰生还者，他不再执念于这山本该如何，而是学会接受这山今天变了模样。而火焰山那段最强烈的视觉冲击，也逐渐从震撼转化成理解。玄奘曾写：赤山焰影不生火，动尘如烟，非时热，幻如真。你看这几句话，像不像一个现代地理老师在解释地面热气升腾导致视觉扭曲？而这写法用在一个唐代僧人身上，显得异常珍贵。他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提醒未来旅人别信眼睛，眼睛也会被这片山骗。他甚至在纸上画下了几种不同角度下火焰山的发亮方式：上午、正午、傍晚，光线角度变化带来的视觉差异。他在教人如何看穿幻象，也是在教自己如何别再一次次被骗。最妙的是，这种山的欺骗性并不只是地理现象，它开始成为文化和文学的源头。后来吴承恩写《西游记》时，为火焰山设计了火势300里，烈焰腾空烧云端的画面，其实就是玄奘幻如真的放大演绎。他把那种山体给人的压迫感、反光带来的错觉、风吹沙起的动感，全部转化成妖火，赋予角色，设定障碍，才有了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传奇。而这传奇的根其实就扎在山变动的土壤里。也正因此，当玄奘走出火焰山之后，他不再对山有恐惧，而是多了一份敬意。他知道这不是地狱之山，而是试炼之山，是一面镜子，照出你心里的执念，也打碎你对世界的固执定义。他曾写：山非有情，无心自动。那句话之后，他再也没有把任何自然景象当作敌人，而是都看作一个过程，一个在提醒他如何变化的过程。他以为翻过火焰山就离开了最难的一段，但现实是，真正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前方，他将面对人心的山，比火焰山更难攀登。一个叫高昌的地方，正等着他做出一次最危险的决定。玄奘没想到，他走进的不是一座城，而是一场局。高昌，这个如今大多数人可能没听过的地名，在玄奘的旅途中却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它既不像火焰山那样燃烧外在的肉体，也不像烽火山神那般撼动信仰根基。它烧的是心，是人心，是抉择。它让玄奘第一次在西域之路上停了下来，不是因为身体走不动，而是因为有人要他留下来。留下不是暂住，而是永远不要再走。高昌国是当时西域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小王国，国王名叫屈文泰，他信佛，对玄奘早有耳闻，甚至在玄奘还没抵达时，就已经派人放哨迎接，还准备好了公僧居所、讲法场所和礼品清单。对玄奘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待遇，也是他一路以来头一次被如此郑重的欢迎。他太累了，队伍太疲惫了。一进城，翻译官就提醒他，这是一口甘泉，也可能是陷阱。屈文泰确实不是恶人，他对玄奘表达了极高敬意，还在首次见面时亲自行佛礼，赠送衣物、食物，
甚至派自己的弟弟为玄奘护讲经义。但很快，他提出了一个几乎让人无法拒绝的请求：留在高昌当国师，讲佛法，教弟子，编撰经典，还可以自由翻译、传法、讲经，享受全城供奉，名声、地位、资源应有尽有。他对玄奘说：“你若继续往西，凶险难测，何不在此安住佛祖之法，在此也可流传。”言辞恳切，眼神真诚，甚至还有一点哀求。可玄奘拒绝了。第一次拒绝，国王笑着说：“多休息几日，再议。”第二次拒绝，国王说：“天冷了，路难行，再等几旬。”第三次拒绝，国王沉下脸说：“我为你置办一切，你却执意要走，这不是威胁，而是困惑。”一个人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西域，终于有了讲法的舞台，却偏偏要继续走进未知。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这场走到底的执念，玄奘从踏出长安时就已经埋在心底。没有佛陀原点，他誓不回堂。玄奘这时候陷入一种极其纠结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感谢高昌王的好意，也确实需要休整和资源，但他知道，如果他答应了，他今生将无法完成自己的初衷；而如果他拒绝，他可能会失去这趟旅途最后一个温暖的中转站。他甚至想过拖延，写信回唐朝请求支持，可他没有合法身份，翻越玉门关时甚至是偷偷出境。现在若被高昌王软禁，回不得，走不得，一切将付诸东流。这段历史在《大唐西域记》中被一笔带过。玄奘写得非常隐晦，高昌王以厚礼严留，余谢不受。但事实上，他被劝留时间远远不止1日2日。根据后人口述与地方文献考察，玄奘在高昌至少滞留了20余日，期间国王甚至派人暗中看守，不让他擅自离开。这是一次文质彬彬的软禁，不用锁链，不用威逼，只用善意与温情把你困住，而这恰恰是最难拒绝的锁。这时候是翻译官出面调和的。他曾悄悄劝玄奘，若你不能说服他，就别反抗他；你若逃跑，他便是恨；你若直言，他便是怒。你要让他觉得不放你走，是他在回你的道。玄奘听懂了，他用一种极其平静的方式，开始每天讲法，讲佛陀如何放弃王位出走，讲如何舍弃权力，荣华而去修苦行。他讲得极诚恳，但每一段都像是在向屈文泰投射一个预言：你若为善，就当放我自由。屈文泰终于明白，他没有再劝，只是送了1车干粮、1匹好马，数名护卫，还低声说了一句：若你得佛法归，愿再来高昌。玄奘答应了，但心里清楚，归来遥遥无期。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翻译官在出城前私下感慨：你知道这事儿最难的是什么吗？不是说服他，是你自己能不能在温柔中继续冷静。是的，真正的考验并不总来自火焰山那种酷热，而是来自这些像春风一样的困境。它让你不舍，又不能停步；它让你动摇，又不能迷失。玄奘穿越烽火，躲避战乱，却差点在一个国王的好意中留下了脚步。他后来把高昌这段写得轻描淡写，但我们都明白，那是他旅途中心理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时间。他选择继续走，不是因为无情，而是因为知道自己若停下，便再难启程。而就在他即将离开高昌时，有一个小插曲，一位本地孩童悄悄跑来，递给他一张简陋的小画纸，画上画着一个和尚骑在骆驼背上，身后是一座燃烧的红山。那孩子说：我爹说你是火焰山走出来的人，你是不会停的。玄奘拿着那张纸笑了，这张纸他带了很久，
后来甚至一度被卷进经书之中，传回长安。那是一种象征，他是走过火焰山的人，也会一直走下去的人。可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不只是旅程，还有命运真正的考题。一个更远的国度，一片更复杂的信仰之地，正在静静地等他来。他已经准备好再一次面对幻象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只是这一次，火焰不会在地上，而是在他心里燃起。玄奘离开高昌后，身后是温情，前方是未知。他没回头，他心里清楚，一旦回头，也许就再也走不动了。他已经走过了火焰山，躲过了风沙，也推开了一个国王递来的锦袍。现在剩下的是最根本的问题，他为何要这么辛苦地一路向西？他真的能找到他想要的那份真经吗？而在他翻山越岭寻找答案的时候，几百年后，一个叫吴承恩的文人也在面对一件类似的事：如何把这段看似平淡的朝圣之路写成一部热血与神话并存的传奇。吴承恩在写《西游记》之前读过《大唐西域记》，这是他承认过的。他被那本冷静克制、不动声色的记载深深吸引，但吸引他的不是书里的佛理，而是那种穿越一切地狱还不改初衷的执念。他看见了一个比小说更传奇的真实人物玄奘，一个不靠神通、不靠权力，只靠2只脚走完万里旅程的苦行者。他想写他，但他知道一本冷静的游记难以吸引大多数人，于是他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把现实拆开，把信仰装进幻想，把冷峻的历史变成热血的神话。他没有改写玄奘的意图，而是放大了旅程里的每一个心理关卡，把心魔变成妖魔，把世俗阻力变成妖王，把高昌的劝留化身成铁扇公主的冷句，把火焰山的热浪变成了300里不息的烈焰。他理解现实，也理解读者。他知道要让人明白一条苦路有多难走，最好的办法是让它变成一场几乎打不赢的战斗。所以火焰山在《西游记》里变成了怎样？变成了一关真正的天火试炼，不再只是视觉幻象，而是连神仙都不敢靠近的禁区。牛魔王成了这一关的守护者，他强壮、狡猾、不守规矩，是孙悟空最难对付的敌人之一。而铁扇公主呢，她不再是高昌国王的隐喻，而成了一个独立的、有思维、有情绪的女性角色。她既是障碍，也是镜子，让孙悟空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强取豪夺的一面。吴承恩通过他们讲的不是神话，而是信仰的现实困境。为什么孙悟空要3借芭蕉扇？为什么火焰山烧不尽？为什么每次都差一点点就过不去？其实说的就是信仰传播过程中那种明明说得通却没人听的挫败，是明知自己是对的却走不进别人世界的痛苦。这不就是玄奘在西行途中一次又一次遭遇的难题吗？《西游记》用热闹的外壳包裹了一颗孤独的心，而更巧的是，吴承恩几乎把火焰山设置成了整本书中最不能靠武力解决的关卡。孙悟空再能打，也扑不灭火；猪八戒再滑头，也哄不动铁扇公主；唐僧呢，只能跪着求。最终解决问题的不是打赢，而是谈下来的。就像现实中，玄奘靠一封信、一段经文、一场夜谈打动了守路的族长。吴承恩在用神话还原历史，让看似荒诞的剧情变得无比真实。玄奘若看得到几百年后的这部小说，他会不会笑？也许会。他会看见一个骑着筋斗云的小猴子，在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上跳来跳去，看起来比自己潇洒得多。但也许他会明白，吴承恩不是在娱乐他的旅程，而是在纪念他的坚持。火焰山的妖怪不是真怪，山不灭的火不是真火，3番5次的借山其实就是一种象征。
象征那些现实中无法一次跨越的障碍，需要你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的去试探，去靠近，去请求。有时候你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世界真的太难懂了，而理解正是一种缓慢燃烧的芭蕉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火焰山在小说里被写得那么长，那么曲折。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点，而是玄奘旅途中最核心的隐喻。你走得再远，走得再苦，只要心中还有火，那你就必须有办法去面对它，冷却它，与它共存。西游记最后用芭蕉扇灭了山火，可现实中火焰山没有灭，也不会灭，它一直在那里。它成了中国人童年记忆中一个热烫的象征，是一种你得靠智慧而不是拳头解决的麻烦，是没有办法强行征服，只能慢慢靠近的对手。吴承恩可能没见过火焰山，但他在书里写出了一个更真实的他，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山，而是人生必须面对的那座心火之山。而玄奘就是那位第一位走进这山又走出这山的旅人。他没靠神通，他靠的是日复一日，一步一脚印的把幻象变成地图，把障碍变成台阶。而这份被神化过的真实，才最让人动容。火焰山不是烧人的山，是烧执念的山；芭蕉扇不是灭火的扇，是试探理解的扇。那段3届芭蕉扇的旅程，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面对难题，第一次失败，第2次碰壁，第3次用诚意打动对方，才终于前行。而故事没讲完，因为我们还没说完最关键的东西。当玄奘真正走出火焰山，走出西域，抵达印度佛国，他看到了什么？他一路所追的真经是否真如他所想？那座最终的彼岸究竟是净土，还是又一重幻象？那才是真正的大结局。多年之后，人们问起玄奘最震撼的那一幕，有人以为是初见恒河时的惊叹，有人以为是佛祖遗迹前的顶礼，也有人猜是长安城门外万人迎接他归来的场景。但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一刻其实是他站在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印度佛国看着阳光洒在一座破败佛塔上的一瞬，那天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站在那里看，许久不动。同行的人都以为他累了，劝他休息，他却轻声说了一句：佛是风，不是风中之神，是风。风能吹过千山万水，穿越时空，却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感受。这句话像是一道结语，盖过了他此前走过的所有山，所有火，所有夜路。玄奘真正进入佛陀曾讲法的土地时，心情不是雀跃，而是一种奇异的安静。他发现那些被他称为正法根源的经典，有的早已遗失，有的在当地已经不再被讲，有些讲法与他记忆中的大相径庭。他走访了无数寺庙，与各派僧人辩论、问法、求证，最后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佛法也在变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义，而是活在每个僧人、每种语言、每段土地上的理解。这就像他当初在火焰山听到的风声一样，永远在变，永远无法完整捕捉，但却真实存在。那一刻，他没有失望，反而释然，因为他明白了，他要取的真经不只是文字，而是理解，是那种穿越不同信仰、文化、语言之后，依然保有同情心与共感力的智慧。他开始学习不同语系的经书，把梵文与汉文一一对照，白天听讲，晚上抄写。他像一个辛勤的工匠，把每一块晶石都磨亮，再一块块带回家。他在印度留了17年，走遍大半个南亚，最后整理出75部佛经，
带回唐朝。而当他回到长安，背负的不是圣光，而是30卷沉甸甸的经书和一个重新塑造的灵魂。他没有在皇宫里享乐，而是隐居长安西明寺，日夜翻译，把在异乡看到的一切用汉字重新写出来。他没有做神，他只是把路过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有一次，弟子问他：“大师，佛在哪里？”玄奘没有回答，只是看了一眼窗外飘动的树影，说：“你听。”那弟子听了半天，只听见风。他便笑说：“对，那就是佛。”弟子愣了，他笑意温柔：“佛不在经文里，也不在庙宇里，佛是在风里，在你愿意聆听的时候。”这话回荡在西明寺的石廊里，像极了火焰山风口。那一夜，他用破布裹着头，也坚持往前走时的那股力量。而他的故事后来被一个又一个人记住、改编、神话，最后演变成《西游记》里的唐僧形象。他被妖怪抓了无数次，被悟空救了无数次，他成了一个总是麻烦多的人。但他从未抱怨，从未转头。他走的那条西行路，成了中国文化里最热血又最温柔的一段旅程，而其中的火焰山也成了那条旅途中最灼热的一关。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山，而是一切心火、执念、不理解与不被理解的象征。玄奘从不自称高人，他不说自己苦，他只记下所有风的方向。他不是神，是人，是那个在火焰山也不曾放弃写字的人。他让我们相信，不靠法术，不靠后台，只靠一双脚、一颗心、一句我想知道，人就可以走出最难的路，甚至让最热的山不再那么可怕。而你现在听到的这些，不是一段传说，是一个人用尽一生用脚步写成的史诗。他没有飞天，也没有神通，他只是一直在走，直到风把他带到尽头。此刻，你也许已经忘了火焰山有多热，忘了风有多疼，只记得那个不曾回头的身影，和那座总在远处闪着红光的山。没关系，故事就是这样。当它真正住进你心里时，它不再需要你记得所有细节，它会在你疲惫时响起，在你困顿时轻轻响起一段风声。就像玄奘说的，佛不一定有形，它可能藏在风里，也可能藏在你明天的一个决定里。火焰山也不总是燃烧，它有时候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是你说我试试看的那句低语。现在你已经陪我走完这段故事，山火已熄，风已静，你可以慢慢闭上眼，梦里也许还会遇见那个穿袍子、牵骆驼、静静走在沙丘上的人。他不会说太多，只会一直走着，然后风起了，你也入梦了。朋友们，晚安。